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咱们不聊热闹的八卦，不分享匆忙的日常，就想找个安静的角落，和大家慢慢聊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，那些沉默教会我们的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朋友难过倾诉，你搜肠刮肚想找安慰的话，却发现什么都不说，安静地陪着他，反而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。开会的时候，有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你默默倾听，等大家冷静下来，再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反而更容易被认可。还有独处的夜晚，放下手机，关掉所有声音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静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，那种踏实感是任何热闹都给不了的。以前的我呀，是个特别怕沉默的人，总觉得冷场是件很尴尬的事。和别人聊天，哪怕没话找话，也想把沉默填满。遇到分歧，哪怕自己没理，也会急着辩解，生怕一沉默就输了气势。独处的时候，更是浑身不自在，必须开着电视，放着音乐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孤独的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和最好的朋友闹了矛盾，起因很小，却因为我们俩都不肯退让，都急着反驳对方，越吵越凶，最后不欢而散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吵架时说的伤人的话，越想越后悔。我想主动找他道歉，却又拉不下脸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第二天，我们在楼下的咖啡店偶遇了，没有预想中的尴尬躲闪，他朝我笑了笑，我也坐了过去。整整10分钟，我们没有说一句话，就坐在那里，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，喝着手里的咖啡。可奇怪的是，那种沉默一点都不尴尬，反而很安心。后来还是他先开口说，其实我昨天也有错。我也跟着说，我也是，不该那么冲动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所有的矛盾都烟消云散了。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，我才慢慢发现，沉默从来都不是空白，不是无话可说，更不是懦弱退缩。它是一种很温柔、很有力量的智慧，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意义。就像有人说的，当世界被言语填满，沉默似乎成为一种稀缺的力量，但真正强大的人早已懂得沉默的价值。沉默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倾听，是真正的和自己和他人对话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喧嚣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急于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说话的人太多，愿意倾听的人太少。我们总忙着打断别人的话，忙着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却忘了倾听才是最基本的尊重，也是最有效的沟通。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科学天才卡文迪许的故事，他一生沉默寡言，不喜社交，甚至不愿与仆人照面。为了避免交流，还特意为自己修建了独立楼梯。在世人眼中，他古怪孤僻，可就是这样一个沉默的人，却第一个发现氢气，精确测定空气成分，更用一个精密的扭秤实验测出了万有引力常数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称量地球的人。他用沉默对抗世俗的喧嚣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倾听科学的真理，最终在沉默中完成了震撼世界的成就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当我们闭上嘴巴，放下急于表达的欲望，才能真正打开耳朵，听到别人没说出口的情绪，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。那些被日常喧嚣淹没的细微声音，那些模糊不清的感受和念头，都会在沉默中慢慢清晰起来。沉默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最真实的自己，也照见最真实的他人，不加修饰，无需伪装。沉默教会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沉淀，是在浮躁中守住内心的平静。
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没有耐心，做什么事都急于求成，遇到一点挫折就焦虑不安，听到一点非议就急于辩解。我们总想着用最快的速度得到结果，用最多的言语证明自己，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它需要时间，需要沉淀，需要我们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就像种子在黑暗的土壤中沉默，默默汲取养分，才能破土而出，绽放新芽。就像深海的珍珠在贝壳里默默孕育，历经岁月打磨，才能绽放温润的光泽。就像司马迁受宫刑之辱后，没有做慷慨抗争，而是以沉默为盾，将悲愤与抱负注入笔端，历时10余年，终于铸成《史记》这部千古绝唱。沉默给了他们过滤情绪、凝聚心力的空间，让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在无声中慢慢沉淀，最终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以前的我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很焦虑，总想着立刻解决，解决不了就会烦躁不安，甚至会把情绪发泄在身边的人身上。后来我学会了在焦虑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静静地坐着，深呼吸，把烦躁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。慢慢的我发现很多事情只要静下心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很多焦虑只要学会沉淀，就会慢慢消散。沉默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安放，是在浮躁的世界里给自己留的一方净土。沉默教会我们的第3件事是包容，是懂得与不完美和解，与世界温柔相处。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有误解，有分歧，有遗憾，有不完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因为这些不完美与人争执不休，会因为这些误解耿耿于怀。可到最后才发现，所有的争执和辩解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让自己变得更疲惫。而沉默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去接纳这些不完美，去理解那些误解。就像中国话中的留白，关系中的沉默不是空缺，而是呼吸的空间。它让2个独立的人既能紧密相连，又保持各自的完整性。那些走过几十年的伴侣，他们常常可以共处一室，各自做事，几个小时不说话，却不觉得尴尬。这种沉默不是冷漠，而是默契，是信任，是我在你身边可以完全做自己的安心。面对他人的非议，沉默不是默认，而是清者自清的从容。面对朋友的误解，沉默不是疏远，而是给彼此冷静的时间，让真相自行显现。面对生活的遗憾，沉默不是妥协，而是接纳遗憾，然后继续前行。沉默教会我们，不必强求所有的事情都尽善尽美，不必强求所有人都理解自己，学会包容，学会放下，才能活得更从容，更自在。当然啦，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沉默，要把所有的话都憋在心里，那样的沉默就变成了压抑，变成了逃避，反而会伤害到自己。真正的沉默是有选择的，是该说的时候大胆说，该沉默的时候从容沉默。就像沉默是金这句话，从来都不是消极避世的缄默，而是克制、沉淀与清醒的生存哲学。该沉淀时守住内心宁静，该行动时拿出坚定担当。面对不公，我们不能沉默，要勇敢地发声，守护自己的底线。面对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不能沉默，要伸出援手，传递温暖。面对自己的梦想，我们不能沉默，要脚踏实地，努力去实现。而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在急于辩解的时候，在需要沉淀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学会沉默，给彼此一点时间，给生活一点空间。其实呀，沉默就像一杯温水，没有汽水的热闹，没有咖啡的浓烈，
却能在不经意间滋润我们的心灵。沉默就像一阵清风，没有狂风的喧嚣，没有暴雨的猛烈，却能在我们浮躁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丝清凉和平静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从一个怕沉默、急着表达的人，慢慢变成一个懂得享受沉默、运用沉默的人。我很感谢那些沉默的时光，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，学会了沉淀，学会了包容，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也学会了与世界温柔相处。我知道现在的你们或许也和曾经的我一样，怕沉默，怕孤独，急于证明自己，急于得到认可。但我想告诉你们，不妨试着放慢脚步，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，在沉默中倾听自己的内心，在沉默中沉淀自己的力量，在沉默中学会包容和成长。不用急着说话，不用急着证明，那些沉默的时光从来都不是浪费，它们会变成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，会让我们变得更沉稳，更从容，更强大。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它们从不喧嚣，只是静静发光，却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们对沉默有不一样的理解，也希望你们都能学会享受沉默，在沉默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最后还是老样子，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守住内心的平静，懂得沉默的智慧，既有开口说话的勇气，也有从容沉默的底气。愿每一段沉默的时光都能带给我们成长和力量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，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拜拜。